小布最近又去看心理医生了，自述对生活提不起兴趣，整天窝在沙发里看电视，把400集的肥皂剧倒背如流。点子王说小布太自我了，建议他走出家门去做义工，多看看别人都被欢喜了，才能走出自己封闭的小世界。小布一听觉得这个办法好，趁着咨询还剩10分钟，他又跟心理医生聊起新来的辣妹前台。医生说那是我女儿。小布说你为什么不提前1天说？生米煮成熟饭了，属于是。另一边，皮特的老板忽然人性复苏，决定安排员工们去野餐，以补偿他们最近高强度的加班。皮特说：“去他妈的团建，真要补偿就来点实在的，涨工资。”老板呵呵一笑，让皮特去睡觉，梦里啥都有。周末转眼就来了，玩具公司的员工们拖家带口，在森林里玩得不亦乐乎。老板还举行了麻醉枪射击比赛，他当猎人，员工当猎物，战到最后的员工将获得7天带薪假。皮特吓得钻进小树林里仓皇奔逃，心说这是多么有教育意义的团建活动呀，让他们这群打工人始终明白老板的地位。另一边，小波为了照顾躺在医院的老奶奶，没来参加这场野餐活动。老奶奶说自己饱受病痛的折磨，活得生不如死，请求小布帮她拔掉输氧管，让她一了百了。心善的小布正要动手，老太婆却忽然反咬他一口，诬告他又谋害自己。小布骂骂咧咧的离开了，回家路上心里百感交集，忽然撞见退休警察在上岗了。退休警察邀请小布去当缉毒警犬，小布一听高兴坏了，这工作不比义工更有意思。与此同时，皮特在林子里跟老板玩起了越南反击战，其他同事中1枪麻醉弹就躺了，皮特背后被扎成豪猪也还能跑，简直是医学奇迹。终究是他笑到了最后。另一边，小布穿上了警服，靠着他那只牛逼 plus 的狗鼻子，不管什么粉都无所遁形。倭瓜男从菲律宾回来，说自己跟3个当地妞黑咻过，小布一闻之下断言其中有一个不是妞。倭瓜男回过未来，立即戴上了痛苦面具，该死的人妖。总之，有了小布的加入，缉毒警察的业绩蹭蹭蹭往上涨，他也因此被授予了功勋警犬的称号，同事们对他敬爱有加。然而在光鲜亮丽的表面下，小布却已经悄悄堕落了。他在第1次抓捕毒贩时不小心吸入了一些粉，从此染上了毒瘾，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。利用职权之便，小布开始偷偷溜冰。家人们一开始并没有发现他的异常，事实上他们正计划着7天带薪假要去哪里玩。大家在餐桌上商议良久，最终决定去巴哈马进行航船旅行。饺子一听就开始幻想自己当船长的样子。溜冰之后，小布暴瘦了1整圈，人也变得非常神经质，烟不离手，脏话不离口。退休警察很快就猜出了小布的秘密，当场扒下了他的警服。到了晚上，皮特一家捧读《老人与海》，为即将到来的航游做心理铺垫。小布忽然领着一个溜冰妞回家，饺子痛斥他是可卡因恶魔。路易斯也很不欢迎这个看上去就一身病的女人，责备小布竟带些不3不4的人回家。小布毒瘾上头，此时燥得不行，开启阻拦狂人模式，冲着满屋子的人疯狂输出，随即摔门而去，又去鬼混了。等小布第2天冷静下来回家时，却发现家人们已经准备好要将他扫地出门。皮特直言自己和小布以前虽然是死党，但他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，所以家人们经过一致决定要送他去戒毒所。皮特一家被迫取消了航游计划，他们来到戒毒所才惊讶地发现这里又高档又气派，甚至还有露天泳池、网球球场等各种娱乐设施。皮特眼馋得很，结果趁着没人注意，半夜偷偷溜进小布的宿舍，眼闹着要享受一下戒毒所的至尊待遇，还让小布给上面打招呼，就说他也溜冰了。小布直接无语，只要有皮特在场就没有坏不了的事儿，看来这回他戒毒得泡汤了。皮特将畜生人设贯彻到底，伪装成鲨鱼，把金发妹的胸罩用粉跟别人换蛋糕，终于引起了女管理的注意。女管理觉得这家伙不像瘾君子，更像天生小脑发育不全，表示会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小布努力健身来增强自制力的时候，皮特一个劲儿勾搭别人去搞恶作剧，小布最后没抵挡住诱惑上套了。2人半夜钻进女生宿舍，把大家的手泡进温水里，结果他们全部尿床了。皮特和小布被监控逮住，医生认为小布之所以成为瘾君子，就是因为身边有皮特这样的混账东西。俗话说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嘛。小布一听这话就怒了，表示可以侮辱他，但不能侮辱他的朋友。说完就愤然离开了戒毒所。皮特一家给小布准备了盛大的回归欢迎会，小布却觉得自己给大家惹了不少乱子，无颜再留在这里，便转身离去，到纽约去寻找新生活。小布离开后，皮特一家都十分想念他，双方经常有书信往来。小布在信中说他在纽约当起了编剧，办公的地方经常有好莱坞明星来聚会，与他合作的都是1线大导演。皮特一家人不由感慨万千，看来不管小鸟老鸟都该出去飞飞。小布这一飞，直接就飞上了人生的新高度。然
然而实际情况却是，小布在好莱坞明星聚会的地方当服务员。从某种角度来讲，他好像也不算在扯谎。小布每天强颜欢笑，努力向那些用鼻孔看人的上流人士搭话，只为了得到一个展示才艺的机会。元哈镇这边，皮特一家在电视上看到一档以小孩的天真幻想为笑料的节目，每期节目登场的孩子都要通过海选，被选中者将获得免费游纽约的奖励。众人纷纷将目光落在饺子身上，要论胡思乱想、风言风语，谁能比得上他那疯狂的小脑袋？毕竟他从吃奶的时候就企图谋杀路妈统治世界了。饺子本来是拒绝的，但一听到节目组会全国直播，就盘算着用自己的催眠眼镜来控制全国人民。皮特一家去参加海选时，发现新闻男主持的倒挂脸儿子也在场，节目组赶紧出台临时规定，请参加海选的孩子至少像个人。饺子在海选考核时翻弄毒舌，听得评委连连摇头。饺子立即意识到，评委真正需要的不过是单纯幼稚的童颜，于是立即配合他们轻松获选。皮特一听能去纽约白嫖，高兴的平地蹦起3尺高。路易斯则高兴的是能和小布再见。另一边，忙碌了一整天的小布疲惫的回到家里，电话留言里都是制片公司对他的剧本的嘲笑。小布心灰意冷之际，又得知了皮特一家即将来纽约，心里顿时咯噔一声。要是让大家知道了自己的真正处境，他以后哪还有脸见人？小布情急之下，谎称自己要和大导演谈合作，约皮特一行人去5星级酒店吃饭。挂断电话后，小布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中。这时，他的室友带着新打桩机回家，贴心的为他排忧解难，说自己认识一位制片人，专攻人体艺术，作品涉猎极广，而且大胆突破了道德和伦理的束缚，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讨论。小布一听，心想死马当活马医吧，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见了那位制片人。制片人相当的看好他，直接安排他当导演，去负责一个正在开发的项目。小布以为自己终于时来运转了，顿时一扫颓态。在和皮特一家吃饭时，他口若悬河地谈起了好莱坞的艺文趣事。看到小布在新生活里大展才华，路易斯很高兴地说：其实过去一直觉得你的文章有点城府和做作。小布脸上的笑容立即凝固了，杀人诛心啊！大家都想去片场参观一下，小布也不好推辞。他当导演的第1天就发现自己被坑了，原来这个项目是拍 AV 的，怪不得说专攻人体艺术。再一瞧，这牛头人剧情，怪不得说大胆打破伦理的束缚。小布只觉得臊得慌，这种下廉的工作他宁死不干，除非多加钱。小布导演渐渐拍的有点感觉时，皮特一家闯了进来，小布吓得赶紧把他们赶了出去。皮特为此火冒三丈，大骂小布是个市侩小人，一招得志就忘了旧日交情。路易斯安慰老公说，也许小布只是觉得他们妨碍了他工作呢，毕竟皮特搞黄的事没1000也有800了。他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，那就是小布和他们已经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了。另一边，饺子参加了儿童脱口秀节目，原本想用万花筒眼镜催眠观众，结果自己被主持人给催眠了。主持人无意之中拯救了世界。不久之后，小布拍的片子获得了野鸡杯年度最色奖。颁奖典礼那晚，皮特一家得知消息赶来捧场，小布脸上挂不住，觉得这件事儿被家人发现实在太丢脸了。他以为放弃过去能够追寻的梦想，不料折腾了半天，他却失去了自己唯一拥有的东西，那就是家庭。小布带着野鸡杯和皮特一家一起回了元哈镇，这玩意儿到时候就和上次的奖杯一起埋在后院吧。